哎，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个事儿，给我逗稀了。我老公头一回来铁岭的时候跟我们去烤肉店，他当时汉语太差了，根本就是啥也听不懂，尤其是东北话。他呢就听所有的顾客没事就喊换个篦子，换个篦子，然后服务员就来了，他呢就以为这个换个篦子就是向服务人员求助的意思，换个篦子，换个篦子 ，waiter come please。然后他呢还怕自己说的不准确，还问我表弟你刚才咋说的？换个篦子。然后表弟还耐心纠正他说你这句话在烤肉店，你得说的得有气势，你就是重点不在子上，在篦上，换个篦子，换个篦子。第二天呢，我老公就被带去搓澡了。刚上搓台，那个搓澡师傅往他身上泼了一盆水，完就让人给叫走了。他在那一躺着，都自然风干了，那人没回来呢。完人我表弟搁旁边正冲呢，就听挺老远，这大白胖子嗷家伙一声，换个篦子，换个篦子。澡堂当时都静了，就鸦雀无声。搓澡师傅吓一跳，过来你要干啥？我老公在搓台上躺溜直，非常认真的看着搓澡师傅，换个篦子。那搓澡师傅寻思半天，问他你要翻面啊？我吧，录抖音1年多了，从来没蹭过任何娱乐圈的热点。倒不是我有多高尚，我主要是不咋看娱乐新闻，分不清谁是谁。我比较喜欢看相扑。但是我今天确实想唠唠。首先昨天能有10来个我在海外认识的留学生朋友问我到底是咋回事，我哪知道是咋回事啊？他也没找我。再说你们认为我是有多火呀？我要是真知道咋回事，我朋友圈里还能有你吗？你要想再找我，你都得先告我，要不我能搭理你吗？但是我昨天确实一直在琢磨一个事儿，就是我应该咋教育我这俩孩子，就是一儿一女，让他们不成为这类事件里边的角色呢？我呢挺幸运，我一个不好看的人生的这俩孩子算是基因突变，再加上他俩是混血嘛，就他爸的基因就挺有劲，所以就很多人夸他们好看。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张彩玲就你生出了个这老大眼睛的儿子，你是不是有点臭不要脸？所以说实话，有时候我都嫉妒他呀。你生下来别人就爱瞅，这种人生该是多幸福啊！我小时候有头有脸，嘴干裂，还有头皮屑。就我当时那个长相还有头皮屑，就相当于一个对眼的吉娃娃，还口臭，活着都费劲，不好活。但是你仔细想想这种种社会事件，你发现其实资本就像《甄嬛传》里的4郎，他宠幸任何人的原因其实都是婉婉泪情，害了多少人。其实这个世界给不好看的人多大的坎儿去迈，就给好看的人多大的坑去踩。好看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太知道自己好看这个事儿和太知道自己不好看受的毒害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在年轻的时候，被说好看的人人生铺满了诱惑，被说不好看的人人生被铺满了障碍。但是障碍跟诱惑比，对人性的挑战更小。很多人能跨过障碍，很少人能禁住诱惑。尤其是在人年轻的时候，就跟开车似的，一上道因为车好看，就老有捷径给他开道，不是啥好事儿。捷径有时候也可能走丢，道黑还费车灯，你就走正常道，其实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还省油。就如此单一的社会审美，如此就是颜值即王道的小龙卷风，被套进去的全是受害者，男女都一样，因为他卷都给你甩出来。区别就是你啥时候发现自己被利用了而已。古话说得好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好看的人没断过，分也分不清。而那些没有颜值上绝对优势的人，你在天上被卷的，人在地上种地的，你被甩出来的时候，人家基本都完成人格自洽了。所以我就在那想，我希望我作为妈能好好引导一下孩子，也别像我小时候那自卑，但是也别因为自己眼睛大长得白就觉得自己咋地。再说审美这玩意儿天天变，说不定他俩长大了就流行女生1.2米，络腮胡，然后不长眉毛的。而且他爸那么有劲的基因搁那摆着呢，27根头，他俩好不好看的，说不定哪天就秃了。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这江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今天给你们讲讲吧。顺便说一句，爸呀，当初难为你了，谢谢你的体谅啊！父亲节快到了，祝你父亲节快乐。那时候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话也没直接说呢。然后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第二天就到。我说行，我去机场接你去。然后第二天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我就说的那行了，我走了我去机场接我爸去。完他说的你爸来了，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我说不用，你也挺忙的，你这个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不忙，我老闲了，我跟你一块去吧。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我当时寻思不行啊，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完他就急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最后整的我没招了，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多浪费感情啊。完他没听明白，浪费谁感情？为啥浪费感情？我也不跟你爸说对象。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完他说的哎呀妈，那可见老了，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有时候是女朋友，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
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让人吃了就行。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我妈让我管人要钱，我说那你咋办的呀？我带她私奔了。那个时候，那年少懵懂的我，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之后数年，被婆婆要钱的我，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完事我就听明白了，就是外国人呢，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你爹妈都不一定问。但是我不行啊，我没处过对象，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所以我想来想去，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然后我就上车了，给他扔道边了。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我当时瞅他那样，我瞅他也挺可怜的，我心一软，我就上来吧。完他是乐颠的，像大白号似的就窜上来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我就想告诉他，让他有点心理准备，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号的。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接不着啊。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俺俩到时候人我爸已经着陆了，正往出走呢，就时间很紧张，我就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应该说啥。完我老公这人呢，他虽然心眼不是很全，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就跟他学呗，他说啥我说啥。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迎上去了。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你们也都见识了。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听听彩铃东北人嘛，对不？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我说到了爸。我爸也挺想我的，刚过来想要抱抱我，这时候旁边噌一下窜出一只大白耗子，也整一个到老爸，到老爸。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他也不至于学。就我一到了爸，他还以为我叫名呢，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爸，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给我爸吓一激灵。心寻就这年头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我爸就愣着了，给我整的我没招，我说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处了个对象，他叫啥啥啥。给我爸整的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彻底蒙圈了。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就赶紧帮拎，赶紧帮拎。我老公也没看明白，结果快上车的时候，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你自己说呗。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好上了，一点不配合，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给我尬的呀！我说爸，你先上车吧。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我就问他你咋的？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结果人说的我看大老爸挺年轻的，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我寻思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哎妈，我真是对不起大家，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刚才有个名场面，我没带手机，没录着。就来自铁岭的我儿子，今天就别叫拿铁了，叫老铁吧，在楼下用东北话狂撩台湾小哥哥，给小哥吓跑了。我刚才推着拿铁在楼下溜达，他就坐在那小车里头，迎面走来一个小男孩，3岁，妈妈领着。人家那小男孩呢，一看就非常害羞，俺家拿铁呢，手往那个车前面那小板上一杵，哎，然后人家这妈妈一听就是台湾口音，因为人妈妈是这么说的。Kevin， 干嘛不打招呼？要讲礼貌哦。这是弟弟，这是狗狗。然后那可怜的社恐小凯文就看了一眼弟弟，看了一眼狗狗，就感觉这很机车哎！我干嘛要和陌生人打招呼？所以这局面有点尴尬了。这时候拿铁呢，手往那婴儿车前面那小挡板上一杵，冲着3岁的台湾小男孩，哥，哎呦我的妈！给小凯文当时听愣那儿了。这个小老弟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社牛吧？然后凯文妈妈说：“弟弟在跟你讲话哎，你也要讲啊，凯文。”这样就让凯文很有压迫感，就一着急一转身跑了。然后我的拿铁看着人家小凯文蹭一下跑了，回头看我一眼，咋了？